该来的总会来。涡扇10的2元推力矢量喷管在珠海航展上亮相，歼20又要进化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，中国的军工企业除了展示先进的飞行平台以外，在动力方面也有惊喜，特别是已经用在了歼20、歼16和歼10上的太行系列发动机，可以说是火力全开。同时展出了4个变身型号：标准型、巨齿型、3元推力矢量型和2元推力矢量型。标准型是已经应用于歼10、歼11、歼15、歼16等第3代战斗机上的型号，而歼20战斗机所采用的太行发动机是带有锯齿喷口型的。而在同一展台上展出的2款带有推力矢量喷口的涡扇10发动机，才是本次航展的大亮点之一。涡扇10采用的3元推力矢量喷管与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的发动机喷管类似，但是在设计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。预计将来它们可以用在非隐身的战斗机，比如说歼10C、歼15等机型上，用于换装。而更加令人关注的还是那款采用了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涡扇10，因为这种动力装置今后有可能会成为歼20战机的一个标准动力之一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涡扇10的推力矢量版亮相珠海航展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它表明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发动机推力矢量喷口的相关技术，无论是3元推力矢量喷管还是2元推力矢量喷管，我们的技术都已经趋于成熟。那么它也意味着正在研发中的涡扇15、涡扇19都会推出相应的推力矢量喷口版本，以适应配装歼20、FC31等隐身战斗机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是，歼20隐身战斗机如果配备了带有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涡扇10发动机，它会对该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就重量而言，无论是2元推力矢量喷管还是3元推力矢量喷管，在重量上都会有一定增加。从理论上讲，带有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发动机在重量上都会有一定增加，推力损失呢也要稍大一点，尤其是换装了带有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发动机，那么它的推力损失还会更高一些。那么从改善全机的隐身性能这个角度讲，换装2元推力矢量喷管应该说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。首先，2元推力矢量喷管它很容易和后机身融合，不但改善了气动效率，降低了战机的敌阻，从而使推力损失得到一定的补偿。另外呢，它还可以改善后降的雷达隐身能力。更关键是，它能够进一步缩小该机的红外信息特征。我们知道，圆形喷管它排出的高温尾气形状呢比较固定，大致像一个毛笔尖，不太容易和外界的空气掺混，从而也就不利于它大幅度的降温。而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4个角会形成漩涡，那么这4个漩涡有助于将高温排气与外界冷空气掺混，从而迅速的降低其尾际的温度。当然，即使没有这个4个漩涡，排出来的巨型喷流也容易发散，因此也有助于快速降温。这一点对于改善战机的红外隐身特性意义重大。当然，这是从隐身的角度而言的。那么2元推力矢量喷管如果只能上下偏转，那么它就可以为战机提供俯仰操纵力矩。美国的 F-22就是这么设计的。那么仅仅从改善飞机的机动性而言，在俯仰方向能够在低速或者极低速状态下提供俯仰操纵力矩，那么它的机动性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，甚至能够进入过失速机动状态。美国的 F-22
它的推力闪分管呢只能上下偏转，其实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左右也是能够偏转的，后来考虑到重量比较大取消了。那么中国开发的2元推力闪分管是否能够做到既能上下偏转也能左右偏转呢？我想随着技术的发展，这一天也有可能会到来。那么到那个时候，歼20战机的超机动能力将会达到世界一流，再加上其优异的气动外形以及极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，当歼20换装了带有推力矢量喷管的，特别是2元推力矢量喷管的涡赞15发动机的时候，那么这款由中国人自行研制的先进隐身战机将会位居世界第一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